开会时间已到，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秘书清点人数。议到人数8人，迟到人数7人。那已达了我们的开会的法定人数，然后现在时间为12:30，本席宣布开会。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秘书宣达议程。国立高雄参旅大学学生议会会议议程，第8届暑假会期第1次临时会议，主席致辞。那由于今天的临时会是针对于我们上次的那个决算书的部分，然后还有关于我们现在下个学期即将开始的，那我们也希望行政单位他们这里有一些部长要先上任，关于这些才可以处理后续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下一个议程。会务报告。有没有会务报告？好，请说。好，各位议员还有行政中心的伙伴，大家好。那我们学权委员会这里有几项会务报告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点，在上次的校务会议的时候，我们有跟校长有反映说，我们的毕业门槛的调整，就是 A 类的门槛与我们 AB 会长一起去的那一次的毕业门槛的调整 ，A 类的那个调整，上次校长他们有提出来是说 A 类的调整门槛，调整为毕业前多益成绩5年吧，记得是吧，会长？不太确定。反正他决定是说，我们休闲系的主任已经确定他要更改A 类的毕业门槛，录取入学前5年的多益成绩，就是不用再规定入学了之后还要再考一次。那校长也同意是说，未来会监督各系的主任，然后去进行这个方面的调配。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学权委员会这里有几项事情作业有完成的。第一点就是上次有在我们大概训期间有跟我们的学务长提起是说，关于运动服购买数量的问题，那学务长那一块也处理好，是说以后是变成是自由购买运动服的数量。那我们现在正在着手进行的部分是在我们的起价流程的简化，还有我们的英文版面就是全面的英文化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们目前的会务报告，谢谢。好，谢谢。那有没有其他委员会要做会务报告的部分，或者是行政中心这边有没有要报告的，关于最近筹备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有吗？来，帮我把麦克风传过去。主席、各位议众，大家午安。那行政中心这边进行简单的会务报告。那目前因为已经进入8月份，我们正在筹划9月10号跟9月11号的新训以及新训晚会的部分。然后因为今年9月份9月12号开学嘛，那我们在9月份里面其实已经囊括很多活动，因为今年行程走比较赶。那我们在9月12号开学之后，我们马上接着就是9月14号的返乡专车。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还要再跟议会的伙伴这边做讨论的部分，就是关于今年如何筹办。那这部分是暂定而已。那确定会筹办的还有9月22号的社团博览会，然后还有9月29号的校歌比赛。对，以上目前是这样，都在筹办的都还在讨论的过程。这样子，以上。谢谢。那我们先进行下一个议程。确认事项，好，那我们先确认一下我们前次的会议记录。那由于我们的会议记录呢，今天是先给大家看一下上次的组织稿的部分。那个关于那个格式还没有就是用到完整的格式，那先请大家先稍微看过一下。那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就请大家先就是宣读并认可本次的议程。那我们请我们的秘书宣读。讨论提案，提案一，自提出国立高雄参旅大学学生会
104学年度第2学期决算书提起审议。说明104学年度第2学期决算书详如附件1，提起审议。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请我们那个财政主委做个说明。麦克风帮我传一下。OK， 各位议众跟行政中心，各位大家好。那由于这个决算书是上一次的提案，那委员会在上一次的时候有集合到一些文件缺漏的部分。那财政委员会在昨天8月10号的时候有去向学生会看那个上次缺漏的文件，对，那已确实有补齐，对。那如果等一下其他议员如果有要那就现在先传阅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吗？就是关于上次你呈现问题的地方。那议员们稍微做个解释，或者是有相关问题可以提出。这边议员都看过。那有没有议员有什么任何问题要提问的吗？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表决了。那根据这次的决算书的部分，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那我们采举手决、多数决，赞成的请举手表示赞成。然后反对的请举手表示反对。同意票有6票，反对票0票。那这个议案通过。那我们进行下一个提案。讨论提案2，之提名行政中心干部，敬请会予同意。还有我们其他提案2的部分，那我们请我们行政单位这边被提名的，从秘书长这边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好，那我们的行政单位先说明一下，请说。好，我有错。不好意思，那我请我们秘书宣读一下。说明依秘书部改为秘书处。有无复议？好，那我们秘书就不用读了，不好意思哦。那现在秩序问题就是，那我们请行政单位最后说明的部分。说。各位议众还有主席，各位大家好。那行政中心这边简单说，大家听得到吗？那我就直接这样讲对吗？好。那就是我们这次
先提出我们6位主要的部长，那还有其他几位部长的部分，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否现在有活动，就是全国大专方的辅导人员联系营，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前来，或者是目前人在国外，那我们目前先提出下列6位部长名单。那我先简单说明一下，我们说明案由内文说明1的部分。那我们在第10届以前，我们是称为秘书部。那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希望改为秘书处，就希望只属于会长底下，会较这样的性质比较中心一点。那我们其实里面的一些部门规划以及运作是没有更变，主要就是名称的部分而已。然后更变的还有另外2个，另外一个是财务部会计组改为会计处，跟秘书处是一样的想法。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说可以将财务跟会计独立出来。那我们这边是经过沟通过后，希望可以改为会计处。然后还有新闻部，一开始是公关部新闻组，那我们希望可以给予这个部门多一点的发展空间及资源，然后配合其他校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发展，希望高参这边也可以增进我们的新闻这层面的发展，所以将它改为新闻部以上。好，谢谢。那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想要作为提问的或者讨论？各位议员，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现在行政单位把秘书部改成秘书处这些部门的上面的之一的变动跟大小的规划，有吗？我们思考一下。那现在讨论时间应该差不多了。那议员是针对这部分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请现在被提名人先做一个自我介绍了。好，那我先请第一个秘书长的部分做一个自我介绍。Google 表单可以填一些，也可以填日期，然后这样之后在管理会议资料方面比较方便。然后会议资料1号就是建立云端硬碟，因为之前我们是用就是把档案放到 Facebook 上面，可是它没有资料夹，所以就是全部都就是没有办法清楚的去找。今天我要这个活动就是找这个，所以就是如果用云端硬碟的话，就是有资料夹，然后这样也比较好管理。谢谢。那我们请下一位会计长被提问人。主席、议会各位大家好，我是学生会会计长被提名人乃倩，我是日式基旅馆2B的。
然后我之前虽然没有参加学生会，但是我之前在一年级的时候是担任系学会的干部，然后是在摄影组的部分。那我想在2年级参加学生会，在学习更多有关学校事务更多、更大举行事务以及举办活动，还有活动编策这部分。然后我会选会计，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是非常细心，然后负责任的。然后部门规划的部分呢，有处理各社团经费的申请，还有账目编辑以及管理。然后在编列预算书还有决算书的这部分和收入还有支出的集合。然后还有在定期会鞭策月报表这样。谢谢。主席、议员，各位大家好，我是财务部部长被提名人王佩琪，我是来自日式纪领域2A 的。我之前虽然也没有在学生会担任过一些干部或部员，但我之前有就是担任我们系上啦啦队的副招，还有服务学习的文书。对，虽然没有是担任过财务相关的职务，但是想要借由这次的机会学习。那我的部门规划有各项经费保管，以及提出各项活动经费的申请，以及年度预算的审核。那我们财务部底下有分为3个组：长期组、出纳组及采购组。长期的部分就是学生会内的财产清册会制作，以及清点学生会的财产，并记录它的年限、维修汰换，还有管理维护学生会的出借物品。那出纳组的部分就是存入、收入存款以及支出凭证的核销处理。最后采购组的部分就是审核及购买各项行政活动所需物品，以及建构厂商资料档案。那年度规划的部分就是在每月10日前编制上月份的学生会费收支明细及月报表，以及每日10日前会盘点上月份学生会的财产。好，谢谢。那我们请下一位。好，各位议长、议员们，大家好，我是活动部长被提名人邱继成。那我的部门规划分成3项，就是进程计划，当然是提升部员的向心力，在办活动的时候会更顺畅。那中程的话，希望是党本的建立，希望在各活动结束2个礼拜，应该完成当人的动作，然后也是做成异化的。在远程计划是，因为上学期部分的话，可能都是旧部员来办活动，那我希望是以旧部员带领新部员，然后一起完成活动，然后在下学期的时候由新进的部员去完成更多活动。因为下学期的话，我们的活动会相对上学期来多，所以我希望是从上学期开始培养他们，然后到下学期他们会更顺畅。好，谢谢。那我们请下一位公关部部长被提名人。大家好，这次公关部部长被提名人，我是近视纪律馆2A 的李俊贤。那针对部门规划，因为公关部下面有设3个组员，公关美学跟资讯，所以我把3个组别不同的专业化拉开来讲。公关部第一个希望就是可以增加与他校交流的机会，然后就可以强化我们校内不管是各社团的社长，或者是我们学生会内部的人员，强化他们的能力。那原本有在进行的特约跟赞助的部分也是一样会持续进行，然后并且优化。再来第二个题，那公关部第2个的想法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活动厂商，然后跟他签一个比较长期的契约，可能就是以1年为限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拿到更多的折扣，然后节省经费的预算。美宣这边第一个希望的是可以培养，就是可以延揽那种电脑软体相关使用的人才，然后这样子在效率上面会比较良好，而且效果也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2个就是培养一些有热忱的新人，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会内也有会使用电脑软体的人才，那希望说就是可以做一些经验传承，让他之后也可以继续
把这个带下去。资讯这边主要是着重在于就是建立本会网站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学生他们要申诉，他们可能不知道一些申诉管道，或者是说如果他们只是密我们粉丝专页，这样要处理大量讯息来说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所以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台，让学生有一个可以申诉的办法。谢谢。好，谢谢。那我们请下一位被提名的新闻部部长被提名人。主席、各位议员，大家好，我是静旅运2A 的邓乃文，然后我是新闻部部长的被提名人。然后对于部门规划，就是这边我是希望就是像可以发行书面校刊以及电子校刊的部分。然后对于校园间的议题有更深入、更多元化的，就是做采访，然后不要局限于在就是可能只有就是校内的事务，我们想要延伸到就是可能校外的公益或是一些社会议题等。然后就是再来，我希望就是可以跟学生会内部的各部门合作，然后像是与活动部合作，在活动前的宣传，或者是在活动后的回馈，然后都由我们新闻部去做采访。对，这样。好，谢谢。那关于让大家议员们有没有对于他们想要做一些提问的部分？请说。麦克风有点没有声音，可能大声点讲。对，好。主席，我想要询问一下财务部部长被提名人，他说他在年度规划上面写说，每月10日前编制上月份的学生会费收支明细跟月报表。那想要询问他是会公布出来吗？还是他是私底下就是学生会的整理一份报表？那如果他要公开的话，那他是会公布在哪里？这个部分我们请财务部帮我们回答一下，关于您说的月报表的部分。关于月报表的部分，就是我们会编制好后会公开，对，然后会放在网站上，对，就是我们粉丝专页，对。好，谢谢。那就是议员有收到这个回答可以吧？就是他会公告在会诊之后就会公告在粉专的部分。有没有其他议员有提问的？请说。喂，这边想要提问一下那个秘书长提名人，我想要请问一下，在部门规划的第4点写说建立会议登记制度，是指我们行政中心会议内的会议，还是指我们所有学生会大大小小会议的登记那些会议资料？然后是怎么登记？然后是发布在哪里？还是只是建立档本而已？对，想要请做说明一下。对，那请这个回答一下。那个会议登记，我目前的想法是，就是我们部内一些行政或是活动的会议都会登记上去，然后登记的现在目前初步的规划是，可能会有开会的主题，然后时间地点，这样子也可以知道，就是那个教室那个时间有没有用，然后我们也会知道整个月份就是开了哪些会议。所以你的建立的方式是用 Google 表单，还是用怎么样的方式？他的问题是说你是怎么做这样子的建立？用 Google 表单。但是我想要再补充一下，你是指说是针对行政中心的会议，还是连议会的也有？因为你上面是写学生会也是会议资料，学生会应该就是也有很大的议会，还是你只是单纯只有行政中心会？我目前的想法是行政中心。那这个部分，谢谢。那有没有相关的提问方面？好，请说。本席在这里就帮行政中心多讲话，就是我坚决赞成是，我们的财务部长提名人，还有我们的会计长提名人，他们2位，其实他们以前其实非常的认真，然后还有努力。那本席坚决赞成他们2个在这2个职务上面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谢谢。
好，谢谢。那其他议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来，请说。等一下哦，本席再次宣布一下，大家请发言的时候看着我发言，不要针对人 ，OK？ 针对我就好，谢谢。就是我想提问公发部长，就是他在资讯组的部分，他有讲到说建构本会网站。那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大家宣布事项之后都是以粉丝专业为，就是大家都是以粉丝专业的。那他还要再建构什么网站？那是以什么方式去宣导？那他一定也会配合到新闻部这个部分。那还有例如刚刚会计他们的表单之类的，就是预售他们提问的，就是要公布在哪里的问题，应该也都会在到时候如果网站有建立了，那一定都会公布在那个网站或是粉丝专页上面。那我想要问这个网站它是如何要去做建构，跟它要如何推广？最主要是这个网站是除了本专以外，再盖一个，再建设一个网站，还是怎么样？那我们请那个公关部这边做说明一下。那主席这边针对议员提问的，这个网站本来的那个就是要建构的这个构想是在之前就已经有在进行，现在设置是主要希望是把它就是实际的把它做出来。那我这边主要的想法说，我们第一个是可以建立行事历，就是可以让学生知道说我们有哪一些活动在之后会进行，或者是我们会定一些就是校方那边的行事历也会一起，因为我们是就是以让各个学生为主，可以查询到各种资讯，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把它整个建构在一起。那刚刚财务这边说会提的报表，主要是说现在粉丝专业是因为我们现在网站的架构还没有建立出来。那我们希望是说之后如果这个网站建立出来的话，可以有个专区，就可以做一个历年的查询，这样子也可以就是让各个同学监督我们行政的状况。所以就是在粉丝专页之外，就是再建一个学生会的一个网站，是不是？然后就会把相关资讯都会放在那个网站去做，让学生去做查询的部分，是这样吗？好，谢谢。那请说。主席、各位议众，那我这边替公关部资讯组这边做一点补充。那因为我们在评估过后发现说，其实粉丝专页它在传递资讯上面是比网站来得快，但是其实它这个平台它能够摆放的资讯以及它的硬碟容量是有限。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创建网站，然后这也是比较正规的管道，因为其实粉丝专页它是一个通路而已，就是一个比较接触到大家日常生活的一个管道，但是它其实是不够完整的，所以希望可以创建一个网站。因为其实最开始我们就已经有个学生会的网站在，但我们希望可以把它改得更好一点，所以并不是就是创新出来的东西。那希望就是这边可以解说给议员这边了解一下。以上。好，谢谢。那我们议员们还有关于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比较远的那个 OP 下来。好，那我这里其实想要建议一下我们公关部资讯组这里，在上次我们在参加我们议事研习营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室友提到说他们有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网站，那这里可以提供给资讯组他们做一个参考。他们的网站一个叫做一个 Wix 的一个创建软体的网站，你们可以上去做一个那个调查，还有去做建造。它其实在建造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一定的格式以及模式去做。然后在未来如果想要做一些，突然变好大声，就是如果想要做一些比较资讯的整合，其实它还蛮不错的。那这个网站它有3个，就是叫 WIX Wix 的网站，可以建议一下这样子。谢谢。谢谢。那我们请下。喂，主席，我这边想要提问一下那个公关部，刚刚资讯组有提到说建立本会网站，就是据我所知，就是现在学生会自己就有一个网页了，然后只是比较没有在更新。那所以你们说要建立本会网站，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还是把旧的再把它转换，然后就用旧的？如果建立新的，那旧的要怎么办？所以学生会本身现在也是有一个网站，但是你在使用的是吗？还是怎么样？那我这边带我给大家。好。那就是我这
这边代表行政中心公关部这边做一下回答。那我们目前的话是有旧的，那我们是创立一个新的出来，因为其实我们在使用就是有试着更新旧的，在第10届的时候试着更新过。那我们发现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比较不符合管理层面的人体工学，该这样讲吧？就是其实它使用上还是非常不顺手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第10届的时候，学长们他们有去了解过后，发现说其实目前接下来这个厂商它的网站是很比较具有吸引力以及好操作，然后同学也会好点阅的。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是已经有架构出来，只是资讯没有办法更新，因为我们还要等各个部门，然后就是以及议会、评议会等等的资讯可以放上去，那它完整的架构就会出来，就可以摆上台面这样子。所以其实目前它是可以操作，只是没东西。那有机会可以就是给各位议众就是观赏一下我们目前网页的进度这样子。那我们回答刚才我们就是预求的问题是说，是创立一个新的这样子。以上。好，谢谢。那 OK 吗？就是我们学生会等他们在建设一个新的网站。那如果各位议众，到时候我们会跟他们做一个，就是可以监督一下这个新网站的架设部分。那还有各位议员有什么样的相关问题要做提问吗？好，请说。好，这边想要提问一下那个新闻部部长，你刚刚在部门规划第1点有提到说，发行书面校刊及电子校刊是择一还是2者都要？如果发行电子校刊的话，书面校刊还有必要吗？是不是那个施行度没有那么大？会不会造成就是不必要的成本浪费？对，可以说明一下吗？请我们的新闻部被提人做一个说明一下关于你的校刊的部分。主席，就是我这边就是对于发行书面校刊我希望是在第1期的时候发行书面校刊，然后就是在第1期的时候让同学们知道我们有正在做校刊这个动作，然后发行之后，然后之后再来是以电子校刊的方式做呈现。因为电子校刊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手机拿着就可以看了，然后如果书面校刊的话，我们会就是有成本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些班带放到班柜，就是从班柜拿出来之后，不会带给班上的同学去观赏。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在之后就是第1期以书面的方式，然后做各班的宣传，然后宣传之后再跟他们讲说，就是我们有电子校刊的，下1期之后会以电子校刊的方式做呈现，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议题也可以让更多人发现。好，谢谢各位。请说。喂，不好意思，就是之前主席我这边想要提问一下，因为之前学生会也有发行那个桂冠报，那是不是说就是施行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会不会有重蹈覆辙？对，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桂冠报，那个推动上面啊、宣传上面是不是有别的方法或是什么加强？好，谢谢。就是关于你们之前推行过一个关于校刊的部分，那个麦克风举一下。那像关于那个部分，在推行过校刊这样子的方面，就是如果你在接下来推广这样校刊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变更，或者是因为当时的校刊也没有很大的回响，这个部分就是我希望就是可以就是各班的就是跑班，然后去做宣传，然后还有在校门口做发放的动作，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学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如果之后发动就是推行电子校刊之后，就是我们会在粉丝专页或者像D卡上面就是做宣传，让大家知道这样。好，谢谢。那议员这方面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还是你们要再讨论一下？好。收一下麦克风，说一下。请说。我要向活动部部长提问，就是他未来的
目前啊，因为像会长有讲的说，目前大概就是有就是返乡专车、社博跟校歌比赛的部分。那我还想要问一下，他目前有什么？应该脑中应该都会已经有一些构想，就是你未来活动的规划，大概会有什么活动？那他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活动部长就是对你接下来要规划的活动做一些就是说明一下你的计划的目的跟理想的效果。好，那就是学生会这边办活动，就主要是让学校的每位同学都有得到该有的参与感，然后让学校有更多活动是变得让学生是更开心，能加入我们高参。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办第一个是新生晚会，就是给学生会让他们不是，应该是说让新生知道学生会是个会办活动的人，然后之后他们来参与的话，就是也相对有参与感。那再来是针对就是接下来可能有返乡专车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活动是上学期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经费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成的活动，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做筹备的，对，我们继续会去筹备。好，那基本上就是固定的活动是比较大型的，例如说圣诞晚会，然后还有之前可能有事先规划的跑弹、足球跟密室逃脱，这个在下学期的部分我们都会继续做筹备动作。好，那谢谢。那议员这方面这个答案回答到你的问题，还是你有在做怎样其他的方面的询问？或是其他议员，你们还有什么样的相关问题要做询问的吗？让我们思考一下。请说。刚刚活动部的回答的话，我们是觉得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啊，就是我是希望想要知道他本人本身想要办什么活动，已经有什么规划了。但是以他刚刚的回答的话是说要延续之前没有办成的活动，以及我们原本学生会就一定会办的，例如新生晚会啊之类的那些活动，所以会觉得说他可能构想还没有很完全，他可能思考还没有那么多，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会希望他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他活动部未来要怎么办。那在这边我还想要再提问一下活动部长，就是关于部员的部分，就是我之前也是学联会的干部来说的话，在办活动上面会有就是工作人员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找不到人。我们在部员的部分的话，可能大家都有事情要忙，所以参与度会比较低。那在找工作人员的时候就会有点困难。那他的提升部员向心力跟就是就部员带新部员的这些部分的话，他部员的部分要怎么做管理？那就是活动部长这个部分，就是请你关于说他们比较想知道的是说你本身对于你自己要带领的学生活动部有什么样的规划，或活动上的规划，
不是先以现在就有的，或者是上次没办完的，而是你本人对于说接下来的学生会，你要怎么样去推广哪些样的活动是要给对于新生的，对吧？然后再根据你会遇到的问题，那你会做怎么样的去调整，或者是怎么样去应变这样子？你说的向心力的部分。好，那我说明一下我向心力的部分。向心力的部分可是要依照各部员的个性，然后就从办活动中，我们才能去了解他的个性在哪边，然后要怎么跟他去沟通。所以这边部分的话，可能要等到我们就是正式就是有真正相处过后，然后有顺利的办完活动之后，可能就会制造出有向心力，然后呢就会有相对的成就感。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之所以会说是以旧部员来带动新部员的话，就是因为旧部员他们都会有以前都是当过总部招，所以熟悉的话整个活动流程，然后新部员就是相对的就是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的活动要怎么走，然后呢，我希望就是以旧部员来带动他们，就是让活动更顺利。那关于你本身个人对活动上的计划，一样就是跟随着之前办过什么、没办过什么去承办吗？还是有什么你有自己要在这个活动部的时候，有没有要做什么创新？因为议员想知道是你本人要对这个活动部做什么创新的部分。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跟公关部一起协办是外校联谊的部分，因为之前就是我们有拍就是高层单身跟非单身，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影片拍出来是之后可能有什么活动，但就是我们可能是没有做到就是有联谊的部分，是可以再加校外的活动。对。好，谢谢。议员们，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就是别讲的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行表决这部分喽。还是议员们还要做什么相关的讨论吗？还有要做讨论的部分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表决的部分。那关于人事任命案这个，我们采举手决多数决。不过这部分要请我们被提名人先行离场，因为这个表决的过程是不能看到。好，那关于这个人事任命案的部分，采举手决多数决，赞成的举手表示赞成。没有，是整个提案，这次的整个人事任命案的提案。你要是对个人吗？不是吧？没有啊，当初我们去那个时候也是整个提案啊，所以是这次他提出来的所有人。刚刚问的，是直接针对这个提案去做同意跟反对的，赞成跟反对。一次也是去讲啊，那时候你们自己学生会也是全部啊，谁会针对个人啊？可是因为你们因为本来就是可以针对提案做突破。那我们就先让他试试看，不行就没关系，就是监护的方式。没办法，已经进入表决，只能做表决。这样子就没办法做后面的事情。对啊。你们说你现在的对话都是被录影的吗？他的登录器通过之后，然后再可以提复议出来，然后再重新通过。原来地方表决了呢。现在已经直接进行表决，现在不能谈任何动议，你现在只能做就是表决让通过之后再提复议重新讨论。
你已经表决不能再议啦。已决事项不得再议。对，但是他之前不是有一个东西是，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因为我们就先让他去讨论，他真的不行就把它换掉。你有你可以做监督的方式去监督他所做的活动，不一定要。我可以改变他，而且我当初不是有跟你们讲，你可以写文目的那个观察报告。可以提出来。在会务报告的时候，你们可以提出来，对于你们监督他们的活动上面做什么进一步讨论，不一定要现在。现在很难，还要活泼了，所以我相信他，好，那当然我们就现在进行表决喽。举手决多数决，赞成举手表示同意。好，谢谢。那反对请举手表示反对。同意票有7票，然后反对票0票。本席宣布人事决然通过。那么请他们进来，谢谢。那我们进行到下一个议程。6临时动议。有没有什么临时动议要提出的，各位议员？各位议员有没有人事动议要说明的？来，请说。会议主任想请问一下刚才投票的结果。我等一下会结论的时候会说，稍等我一下，谢谢。那来请我们的声明与补对，那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议程。声明与补述。好，请说。好，那我直接讲好。那个这里也恭喜我们行政中心的人，然后也顺利当选我们的部长，还有会计组。那这里想要跟我们的公关部以及我们的秘书处这里，然后我们这里有自己的学生委员会这里有一个代办事项正在进行。我们现在学生委员会这里已经通过，我们自己在学权的会议里面我们有5个议员是我们学生委员会的委员。那我们全数通过，想要制作一个 APP 软体的制作。那这里想要跟我们的行政中心的各位伙伴，然后做一个建议，然后想要与你们合作，一起开发这项的 APP 软体。那我们想要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 APP 软体的目标，以及我们 APP 软体想要怎么做。那这里也请我们会长也一起参与一下。那针对我们 APP 软体呢，我们 APP 软体想要制作呢，就是我们进去之后，这是一个属于学生会的一个 APP 软体的，对学生会 APP 软体。那因为针对这次 APP 软体，它上面其实我们学校有1/5的人，有下载我们的爱高餐的软体，所以在关于看粉丝专页以及看网站这一块，其实在目前的时代来讲，已经逐渐的降低，它的翻阅率其实目前已经逐渐的降低。那关于 APP 软体的下载以及 APP 软体的点阅会比较高，对。那在针对这项，我们有做过调查，是全校1/5的人，就是1000多个人，是快2000个人来做 APP 软体的下载这一块。那所以表明了这个调查表明是说，我们 APP 软体其实对于我们的使用率会大于我们的粉丝专页以及网站的点阅率的使用率。那其实我在各位在或者是说在自己的粉丝专页，其实都会有人在说，其实我们的学生会真的有在把我们的什么财务流程以及我们各项会议记录，其实都有放上去。但他们为什么会说我们的资讯不够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一块就是了解度不够，还有我们的资讯管道发展不够广阔。那这一块就想要跟我们的几个部门，然后一起做
一起做一个协商，以及一起整合，想要做一个专案小组去做这项 APP 的软体设计。那有几项利益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点就是在我们学权提出这里，就是在学权方面，我们想要在上面有一个专属的栏位，就是在一个学生权益的申诉管道。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学生权益上面，你只要点进去之后，填写你想要表达的意见，那它发送出去的那个表单会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处室，比如说是我们议会的秘书处，或者说在行政中心的秘书处，哪一个东西没有关系，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地方去做整合以及统整。然后结束之后会把这个资讯，然后给予我们学生权益委员会，或者说在我们行政中心的学权部去做处理以及整合。那关于整合这一块APP 软体会比较有高度的整合性。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公开透明任何的会议记录，像是我们的财务部的财务流程，不是财务流程，财务的月报表，或者是我们财务的决算书或是预算书之类的会议记录，都可以公开透明在那个 APP 软体上面，让我们的会员，就是我们的同学还有学长姐或学弟妹，可以在一个简易的软体上面去做查询以及资讯公开的动作。那在第二个就是我们活动部，我们活动部部分呢，我们其实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马上有关于未来行政中心活动方面的一些资讯的宣传，对，还有其实也可以就是我们节省一些经费，纸张经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线上电子化门票的部分，就是我们上面可以放门票，然后我们这样可以去节省一下我们的门票的印制费，或者是未来书面报告的印制费，可以大量的减低我们那个经费的支出。那关于我们的秘书处那一块，就是未来你们的会议记录，除了行政会议以外的记录，比如说是说你们会内的一些活动会议记录，或者说财务的会议记录，都可以公开透明在那上面，这样也大量减低了我们会员对于我们学生会不了解这一块的资讯。谢谢。那也希望可以跟行政中心的人一起。谢谢议员。那还有没有其他议员要做声明与补述的部分？请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担任这个职位，那可能刚刚在提名案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想法没有办法在会场上讲得那么的清楚，那么的详细，你们以后的规划是怎样？但是我希望你们当选之后，还有我们议会也是一样，就是开学之后认真在做事的时候，可以保有那个进来的热情，好好的为学生做事，然后希望学生会跟学生议会可以互相扶持，然后为这个高三校园变得更棒。好。好，谢谢。那还有没有什么要声明补述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议程。主席结论。那针对刚才的提案部分，提案一决案书的部分我们是通过的，还有我们刚刚的行政单位的人事任命案是通过的。那就对于还没有提名的，就是下次我们再进行提名。还有就是针对刚才我们那个学权主委上面说的那个 APP， 我相信也可以请我们的公关或者是新闻或者是活动，可以进行一个就是沟通上面或者是协调，因为这都是对于说关于我们学生会要推广的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就像你们要成立网站，然后再要开发 APP， 我相信这都是对大家都是好的。那就是希望你们在未来规划过程当中可以是一起讨论关于这部分。那还有就是我们财务的部分就是希望你可以尽快跟我们的财政主委可以进行一个讨论，那个关于我们现在支领跟核销的部分这个问题，会计部也可以跟着一起参与讨论，可以尽快讨论出一个流程。那关于秘书室呢，就是因为彼此你们都是在做关于秘书的部分，那我是想说，你既然都有心要制作一个关于学生会的，
那你如果不做，就是可以你负责做行政，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负责做议会的，你们可以一起把这些资